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川普的关税现在看起来有没有用？有，为什么？你看到标普当然维持美国 AA Plus 的信用评级，为什么是 AA Plus？ 因为关税收入，这个关税让川普跟美国大赚特赚，所以才有 AA Plus。但现在觉得更荒谬的事情发生了，现在对于川普来说，除了美国赚钱，我也要赚钱。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急着要库克进到白宫里面，要求他赴美来投资？为什么他最后允许了辉达，最后把 H20的晶片卖到中国去？现在一切全部答案揭晓，原因是因为川普竟然是微软，竟然是苹果，竟然是黑石集团的股东，而且他根本是满手的股票。所以当今天美国赚钱，我也一起发大财。所以是从现在川普是什么？川普人家知道叫 Donald Trump， 现在是什么 ？Donald Trump。没错，事实上我就讲，川普呢，这一切都是为了美国，但是事实上除了为了美国，还有为了他自己嘛。好，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在最近期的时候呢，美国的信用平等获得这个所谓标普维持 AA Plus 的这个平等。好，为什么会是维持就算是个利多？照我跟你讲，因为美国不是有大而美法案吗？对，大而美法案要多增加3兆多美金的这个支出啊，这要发债。发债如果3兆多发出来，照理说美债要崩了，然后信用平等要崩了。但是后来为什么维持它？这个标普就说，没有了，我这个因为我们有关税收入啊，关税收入现在听说一年加起来的话，可能是3000亿到5000亿左右，真好赚，所以它就可以弥补掉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支出，所以就维持它这个信用平等的这个状况。好，那我就刚才讲嘛，除了这个，你又说为什么 Donald Trump 变成是 Donald Trump？ 第一个，他最近不是让美国发大财吗？我跟他讲。他等于是用经营生意人的这个角度来经营美国，美国呢在他的眼中变成是一家企业。第一个，你看他做什么？我卖东西，我卖黄金护照。照我一本黄金护照，如果你要加入美国人，很简单，我500万你就可以来到。现在听说了，排队人已经有好几百万了，真的假的？光是这个就有好几兆美金的收入哦。第二个是什么？他入股美国的这个企业，你看今天不是说吗？我要把这个 Intel 我要入股10%，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稀土公司我也入股10%，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的钢铁我要入股这个黄金股。你看入股公司，然后晶片公司抽成，你这个辉达的晶片卖到中国去抽成。那 AMD 卖到晶片，我也抽成，抽15%未来可能都其他公司都会比照办理。再呢，逼各国来我美国投资啊，阿联酋来投资，沙特阿拉伯投资，日本投资，韩国投资，欧盟投资。你看这些全部都让美国发大财嘛。但是呢，他也不忘自己，我也要发个财，不要就只有大家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我要让我的家族 rich again。好，怎么做呢？第一个，你看。因为我们美国总统都要申报财产，就跟我们总统要申报财产一样嘛。他申报财产就说，他持有大概约莫是1865万到3940万左右的这个辉达股票，台币哈。然后还有这个1970万到4092万左右的这个苹果股票，还有微软，还有黑石集团，还有自家的这个川普媒体科技。好，那为什么会引起大家注意呢？因为我们总统。我们总统担任总统之后，就已经把他的这个财产信托了嘛，就没话说。可是他没有他不要信托而且他历任总统都有做什么动作吗？我现在假设我要当总统之后，我会把我的股票出清，换成美国国债。那这样的话比较不会受大家瞩目嘛，因为我美国国债这个不是跟股票完全无关。可是人家就说，川普你应该这样做嘛。然后我拒绝，我不要。谁理你啊？对啊，我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库克叫到白宫来？白宫你投资个1000亿嘛，那没事嘛。白宫这个美国赚钱啊，那你股票也涨，那一天股票苹果就涨了7%，他也就赚了7%。另外一个，为什么他要允许这个辉达去卖？因为辉达他有持有辉达股票啊。你H20好了，我让你过来H20，你抽个成给我之后了，辉达股价就那一天就涨了5%，所以他也受惠啊。所以跟你讲，他现在真的是猛拿甘塞口，美国谈我嘛谈，所以我才说他是 Donald Trump 变成是 Donald Trump 的一个状况。这种我们只能说，川普真的太会了。美国要赚钱，我才能跟着一起赚钱。你看，我们之前讲要入股 Intel 事情，现在态势越来越明显了。你看到这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官员正在讨论持有 Intel 10%的股份，甚至其中一个人说，正在考虑的选项是将 Intel 根据2022年的晶片法案本应获得的部分资金转换为股权，可以直接这样子做。对，没错，我就说川普真的是非常厉害。我想都想得到，如果假设真的他们入股 Intel 的话，他一定会这样批评拜登。
他说那个 Sleepy Joe， 还给他晶片，还给他这个补贴，我根本就不用补贴，然后我就把那个钱换成股份，然后我们还可以控制这个公司。那个 Sleepy Joe 都想不到，我就做得到。他就这样做啊，他准备把过去的这个晶片法案的资金，原本是资助 Intel， 他把它转成股份，转成股份就入股你，入股可能是10%左右，而且他还有什么？还有黄金股，黄金股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到吗？他对这个所谓美国钢铁这个日钢并美钢，他有一个黄金股就可以否决权，他现在又有一样的否决权啊。那但是问题是现在要怎么做还不知道，就是说你要怎么把这个美国给 Intel 的资金变成是美国公司的股份，目前为止还在讨论。不是，他也太会，他等于1毛钱都不用花。对啊，他从头到尾不用花，他一定会跟你玩来玩去，搬来搬去，就别人的钱来玩。对啊，他一定会跟你说，你看在我任内我都不用花任何1毛钱，我们就入股 Intel， 那 Sleepy Joe 都做不到，他一定会这样讲嘛。所以你看，不过我觉得他也蛮厉害，他也想得到这一点啊。那空手就套了 Intel 的股票进来。那你看 Intel 因为这样讲之后，你看美国公司要入股，他当然马上国家入股，他马上大涨啊！那你知道，我就说他厉害什么地方？很多企业就看到这个讯号。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欧洲的大老板都知道，欧洲的国家都知道说 Intel 这个所谓川普要哪一套，民营企业也知道他要什么。你看，就在美国传出要入股 Intel 的时候呢，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孙正义。孙正义马上就 pass 给这个 Intel 说：“我们要入股你，我用每股23块的这个价格购买这个20亿美金左右的 Intel 的股票。然后呢，目前为止我变成是持有2%左右的股份成为这个 Intel 的第6大股东。那我第6大嘛，美国政府是第1大嘛，对，第1大，然后第6大。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这样做，川普一定会很开心嘛。所以那他等于这样。那我问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孙正义这样做，接下来会不会有厂商跟着做？当然会跟上啊！对啊，你猜辉达会不会入股？你猜其他厂商会不会入股？搞不好很多厂商都会来嘛。所以呢，又空手套白狼啊，他等于是又他不用美国政府出，美国政府不用出钱，你看孙正义就会帮他买单，还有很多厂商都会帮他买单。那我再问你，如果假设现在孙正义已经加入了这个 Intel， 成为股东之后，他未来会不会把他的晶片释单给 Intel？会嘛？他现在不是要并购 ARM， 他不是要并购一个所谓发展所谓 AI 晶片吗？他搞不好就会释单给 Intel。那你说很多厂商都入股的时候，未来会不会再丢给 Intel？ 对，当然会。那你看，川普只要入股一招，就把 Intel 盘活了。你看，川普他一定觉得他很天才，我相信川普一定觉得我就是神。对，没错啊，我太厉害了，我太厉害了，没有人比我有更多经营公司的经验，他一定会这样讲哈。那我就讲，事实上这已经复试过了嘛。我们上次不是说吗？他入股了这个 MP Material， 就是美国的这个稀土公司嘛。他用4亿美金入股，那4亿美金入股之后呢，就没想到苹果马上就来了嘛。苹果马上就说我要用5亿美金去买它的这个稀土嘛。所以就是说，你看他又空手套了一次，就是我只要丢一点点钱，然后民营企业就会来。民营企业来的时候，因为他要跟我打好关系，就这样。你看他完全就这样。大家看了，所以我才说看得懂讯号了。现在可能很多美国厂商的业者都开始要去购买 Intel 的股票了。好，那我讲第一招就是他懂得把这个民营企业把它盘活。你看这个很厉害。第二招是什么？他收钱。什么收钱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他不是 H20要卖到这个中国去了，他说要收15%嘛。然后这个 MI308你要卖到这个中国去的话 ，AMD 的你也要抽15%嘛。好，这15%已经变成是铁律了。那铁律的时候，我就想。抽15%，为什么中国最近不是很冷淡吗？为什么很冷淡？因为他想说，不对啊，那个你卖给我的这个 H20的晶片，我15%要交给美国政府，那我不是在资助美国政府吗？所以中国有点不爽，就是这样子嘛。但是没办法，中国企业还是要买 H20啊，大家而且中国已经说你不要买，但是大家不理你，照样买。好，这样买的这个状况，而且我跟他讲，因为美国政府要抽15%的时候，传言辉达要涨18%，对，就说他等于是简单来说。照我简单说，就是我把这个关税的抽成的部分，我都转嫁给你中国厂商啊。中国厂商怎么办？他现在也只能吞啊。那怎么办？他们只能买啊。没有办法，你没有解决方案。我们之前不是讲了吗？中国的晶片解决方案很烂啊。你看 DeepSeek 训练到一半，还要叫这个华为的人来进驻，他怎么办？他骂华为啊。虽然他现在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我说冤大头，我就讲搞到最后冤大头是谁？冤大头是这个中国的公司啊。好，那现在还有更冤的是什么？因为呢，路透社就说 H20来说还可以卖，对。但是我跟他讲 ，H20现在因为在台积电已经没有生产了，台积电已经没有 H20的这个产能了，它现在只能卖库存。但是把库存卖光之后要用什么呢？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叫做 B30A 的这个晶片，那这个晶片来说，听说它是这个用 B30的这个
Blackwell 的架构，然后它大概是 B300，约莫是1/10或者是1半左右的一个状况，现在规格还没有很清楚。不过呢，这个就是目前为止听说他已经准备到下个月准备把这个样品呢交给中国客户去测试。那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这个核可啦。但是呢，我跟他讲，如果呢假设你也可以负15%的话，搞不好也是可以 pass 过嘛。所以这个所谓的 B30A， 这根本就是让中国没有办法去戒掉美国的晶片。尽管中国说什么这有国安上面问题，这有缴15%给美国，我们刚看到。中国企业还是抢啊，对啊，还是抢，我还是买，甚至打造更强的新的晶片，对啊，我也只能买到底了。这就有点像是慢性中毒嘛，对，毒品来说的话，我给你升级，让你一直屌嘞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那你也没办法啊，这就是川普的这个做法，川普的做法就是跟拜登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好，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是我卖晶片这个抽成，然后入股之外来说，还有什么呢？我们看，事实上我们就说到美国去设厂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现在台积电跟你说，好像是对的啊，为什么？你看最新的这个消息不是说吗？亚利桑那州在今年来说话，第3季已经首度要认列64.47亿美金的台币的投资收益。对，你想要怎么对啊？它不是才开始没多久吗？第3季耶。对啊，才第3季就实现获利。对啊，所以你就说在3个季度内就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啊。那我跟他讲。因为一开始2021年到2024年左右的时间点，因为都是亏钱的，因为我们新厂盖下去一定是亏钱，所以呢，2021年开始亏了48亿、94亿，然后109亿，然后去年亏了142亿。但是因为去年年底开始量产嘛，量产之后，没想到才几个季度就开始赚钱了，64.47亿。好，那为什么会赚钱？照我，因为很简单，因为在美国的厂是4奈米。那4奈米来说 ，AI 晶片要4奈米，然后很多 AMD 啦，或者说很多其他的这个苹果晶片部分也需要用到4奈米，那他们都加价嘛。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川普就说你要 Made in American 啊，那怎么办？他们就加价。那个苏志峰不是说加价20%，他们就包了嘛，就苹果、超微一大堆都包下去之后，就没想到就暴涨就赚钱。那反过来，日本厂大家都我们原本都认为日本厂应该可以赚钱哦。就没想到日本厂没有赚钱，照我知道，因为日本厂因为目前产能利用才50%，它主要用在什么？车用晶片22到28。那照我问你，今年的这个车子卖得好不好？当然不好，不好嘛，全球都卖爆，所以它倒霉的话就是亏损。所以你看，相对于日本厂的亏损，美国厂是赚钱。所以你看，川普也告诉你，用实际的证明告诉你，谁说到我美国投资不会赚钱？会赚钱啊！所以你看，这也是川普的一套策略之一嘛，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那你看今天还有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东京威力科创的社长来到台湾嘛，要处理这个善后。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是因为之前不是有泄密案吗？他现在要来台湾，现在是社长，对啊，亲自来到台湾，可能要谢罪嘛，谢罪的时候谈说要怎么办，然后可能搞不好要赔一笔钱给台积电。所以你看台积电等于是呢，他在这个日本的亏钱的部分来说，搞不好可以东京威力科创给我一点股份，那我就可以弥补。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现在美国厂的确是赚钱的，但日本厂这个部分经营是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再跟大家讲，还有什么？你看，他连国家也可以卖嘛，对不对？什么叫国家可以卖？他现在准备要什么？把这个乌克兰呢端上谈判桌嘛，对不对？你看这几天我们不是讲吗？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到这个白宫去见了这个川普嘛，对不对？见了川普之后，你看。他说什么？你乌克兰要谈判 ，OK 啊，我可以保障你的安全啊。那泽伦斯基就端出了1000亿的这个所谓军购，加上500亿的无人机，1500亿。你看，把川普哄得哈哈大笑，笑嘻嘻的，就 OK， 然后就 OK， 我就答应你了，就这样子。好，那答应他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事实上，当然了，目前为止来说，很多媒体都认为说，你这样川普答应他会不会太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你说这个承诺来说。过去普丁都是给人家讲，他就是不相信承诺嘛，不断的毁约嘛。那尤其是你们两个又在这个所谓的密室里面，在这个野兽车里面讲什么，大家完全都不知道啊。所以有人就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可是你看，当然是美国媒体就给他一个这个称号，什么称号呢？你看叫 Donna Rex。Rex 就是暴龙，你看就是把它弄成是暴龙一样，暴龙一样就是什么假糖假替啦。你看我就跟他讲，他之前曾经说已经有数十兆的美金流到我们美国来，我们美国一定会发大财。
可你啊，在美国发大财的同时呢，这个川普的股份也在往上增值，所以你看为什么他最近心情那么开心？我怎么做怎么赚啊？你看美股又创新高，这个辉达又创新高，苹果股价也往上涨了，所以你看他不论是国家得益，他自己的家族跟他自己的口袋也相当的饱满。宇轩，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中国现在面对是什么？他没办法去戒掉美国的晶片，原因是什么？尽管你加价，尽管这15%可能是资助于美国，尽管习近平都说你不要买，不要买，他们没有办法戒。为什么？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就会知道，这明明就是一个运动会的场景，这个明明就是一个机器人要秀实力的时候，结果这个机器人一上去。吓死人了，他断头了。对，正好因为我没办法羞于见人嘛，羞于见人只能做一件事情，叫做提头来见。而中国的机器人就是在示范什么叫提头来见。你看啊，原本跟你讲说它可以上刀山下油锅啊，不是啊，就是可以爬楼梯。就你看啊，一个两个，就不小心失足。来下一幕，不好意思哦，打马赛克。B， 为什么头就这样喷出去？断头了，头呢？他头就这样喷出去了。那而且也太不牢固了吧？然后现场尖叫声四起，为什么？因为开始在那边滚啊滚啊滚，变多尔滚啊，头就这样一直往前滚下去。但我跟你讲，更厉害的还有什么？比赛。我们讲过，中国机器人哦，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打拳击。就赵和啊，这不是打拳击喽，很多人只放了一个焦点。你看哦，他对着裁判不断的猛攻进攻，但我看到的重点反而不在这边哦。我看到重点，你知道反而是什么吗？他其实在打中国武术。来，为什么想说打中国武术呢？不只是对裁判会输出首先，中国武术其中有一个精华，这个精华叫什么？懒驴打滚。懒驴打滚，你知道什么吗？打不赢我就躺在地上耍无赖。这招是不是懒驴打滚？是不是中国武术？那你看啊，他的对手想说你给我用这一招，我也来。然后你看啊，马上躺在地上。我跟你讲，这个有智慧啦，这个 AI 啊，你知道什么吗？拳击场上躺在地上还可不可以攻击你？不行了嘛！他知道说我身上的烂晶片非常的珍贵，中国已经没晶片了，再把我打坏，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为了要避免受伤害，所以直接躺在地上呢，原地躺平，甚至是你知道赵尔，中国武术有一个最经典，你知道什么吗？攻击你的下阴，打会阴。我跟你讲，真的没有不骗你哦，每一招什么太极拳、属西部、咏春拳，然后各式各样的拳，它就是有这种攻会阴，你知道真的吗？真的啊！我不是开玩笑的啦，他真的会中国武术。为什么？因为每一招就是要跟你讲说，打这边，你有没有看到？你刚刚看那个机器人呢，攻击那个裁判，裁判都无所谓。这个男子一被踢到之后，你看马上动不掉啊，马上就要躺平了。你看不只是这样子甚至是呢，他们还有什么跳跃赛？我看原地翻滚跳跃，然后倒在地上之后，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OK 他就说我功成身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没办法爬起来了。不对嘛？然后我讲中国机器人它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吗？到后来他们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因为每次只要跌倒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起不来，不然就是有状况，所以呢，通通都轮走。而且他们是玩什么很耍赖的，我就不想起来了，我就不想起来了，这样子。对，就抽蓄。然后你看这些原地抽蓄。那家务比赛里面的所有每个机器人基本上都是用轮走因为我们讲手都弄不好了，还给你弄脚啊。他要干嘛呢？他说我要让这些机器人500个比赛要学会如何搬箱子、运行李、打扫房间，甚至还要拿药品。那在我一看这个我就看懂了嘛，你知道干嘛吗？因为这些机器人表现太差了，所以要对他们进行劳改把这些机器人一个一个劳改。你有看到开始在拿药品说您需要什么一个普拿疼一个胃药，一个瓦卡玛豆然后开始在拿。那赵尔你知道他总共拿了3个药品，对，这个为10场，知道怎么吗？多场？海绵宝宝最喜欢讲的5 million later， 他只拿了3个药品，拿了5 million later。我的天哪！各位兄弟快一点兄弟你转个身而已不要这么谨慎好不好？就拿，不要怕没办法，他就总共拿个药品拿了5分钟。然后还有一个更厉害的饭店机器人那这个饭店机器人也不会跌倒清洁服务 room service 总共你知道吗？他开始在丢垃圾，你有没有看到？对，缓慢的移动总共摆了9个垃圾要等他清理，他丢了9个垃圾比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药品机器人还更了不起，他花了17分钟。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中国还要再去期待，然后再对比我们刚刚上一节讲到的那个杜拜机器人真的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不是，这样一路看下来，现在中国遇到了最大的难题，除了晶片之外，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让他如坐针毡。我最好的兄弟不会真的有一天要背叛我了吧？不要忘了在前几天的时候，这所谓的美俄峰会的时候，
包括普丁，包括川普，在这个所谓的野兽的车子里面讲什么悄悄话，其中一个人听得瑟瑟发抖，习近平，你会不会卖了我啊？而且在这件事情过后，中俄的关系似乎开始出现一些很微妙的小变化。一叶知秋，什么叫一叶知秋呢？本来两个以为是铁杆好兄弟，后来怎么奇怪？普丁见了这个川普一眼之后，整个感觉都变了。怎么变了？比如说你刚刚提到18日的克山博览会啊，本来呢，中国他们自己的一个企业叫做海南龙牌油田科技有限公司哦。他说：“我们就在那个俄罗斯这边投资啊，遇到了一些困难。什么困难呢？本来是你要给我们买一些东西，那你就用美金来买，不然你就用人民币来给我们买嘛。结果，俄罗斯现在说，哦，没有，我们现在要以物易物啊。第二点，我觉得你不要在你在中国生产这些东西，再卖到我俄罗斯，你干脆把整个供应链一起都搬过来好了，搬来我这就好了。现在奇怪，俄罗斯怎么跟中国讲这种话？感觉上好像是美国要故意要撬我这个中国的墙角，你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后来才发现，现在其实俄罗斯感觉起来对中国已经有一些感觉渐行渐远。为什么渐行渐远呢？第一，你来跟我买东西，你要不然就用美元来跟我买嘛。本来全世界的交易货币就是用美元嘛。对。就他们俄罗斯说，没有啦，你也知道，我们现在俄乌大战之后，美国给我们制裁啊，我如果给你美元怎样扯一大堆。感觉上好像我用美元。用美元的话，我可会被欧洲其他国家甚至被美国发现我们两个做什么事情，所以不能用。对，不能用。他说的好像很好，说不要被人家发现，不要被人家发现。那我中国说好啊，那我们是用人民币嘛，而且我们人民币最近要推成国际货币嘛，那你是好兄弟，你应该响应我嘛，不然你把你的人民币用人民币跟我来交易。就俄罗斯说心里盘算说人民币搞不好哪一天不值钱，所以我不要你的人民币了，他也不要给人民币。最后他竟然提出一个主意，说什么那我们就来以物易物。那中国心想说，现在是怎样一夜给我回到解放前吗？还以物易物？但是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俄罗斯对于人民币的变成国际货币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不支持的。第二个，他们竟然发现今年上半年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总额竟然下降了快10%，由此可见什么呢？川普这个见缝插针这一招给人家免礼针这招看起来真的有用哦。川普甚至在之前几天，他曾经有讲过，他说拜登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他就是透过这种什么小月筑高墙这些有的没有的一些，就是他认为根本不是招的招意外的让俄罗斯跟中国越走越近。对，他就觉得说，你奇怪了，你美国应该要是跟俄罗斯跟中国维持一种恐怖平衡关系，结果呢，你竟然就开始都打了之后呢，变成他们两个国家越来越近。他就直接说俄罗斯有全世界最广大的一个土地跟资源，而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一个人口那他说这样弄起来的情况之下，你让他们两个越走越近，那不是不对吗？更何况你应该让他们本身就有一些冲突的，他们之前这个在边界处的时候，俄罗斯占了很多中国的土地你应该要让他们两个对不对？开始怀疑彼此，开始越走越远，开始认为说，好像你有什么不对劲我们两个利益上是冲突的。而且它里面怎么形容？他说，因为中俄两国，他们基本上是天生的敌人。普丁确实，他也在2024年2月6号，他在莫斯科接受了美国福斯新闻的一个前主持人的一个采访，塔克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就直接说从人口跟经济规模来讲俄罗斯都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呢，中国威胁的程度还远超过俄罗斯，所以对美国来讲，头号敌人是谁？是中国。所以不要打我，你去打中国就好。他只差没有直接中国比我强，不要针对我。对，他只差没有直接讲说打他这才打中国，所以由此可证，普丁好会普丁很会，真的就是跟习近平是人前握手，私底下都专门给你下毒手的，真的蛮恶劣的。而且现在是从另外一件事情看出也有，习近平感觉上怎么比普丁还要倒霉的样子？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都知道抗日这个80周年是今年嘛，那中国呢又开始大幅度的阅兵，甚至说要从全世界各重要的国家都邀请这些政要然后来那个阅兵然后呢，结果两相比对之下，现在那个南华早报说，好像欧洲还有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人要去甚至连欧盟的外交官都不演了。
直接跟他说，不好意思哦，我刚好休假回欧洲，不好意思哦，我那天已经有行程了，不好意思哦，宝宝，或者是直接已读不回。现在想说怎么玩的这么完全就是摆明了给你看，我不卖你中国面子。对，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演到这个，怎么到这种状况？你看右边我们有把它整理出来，在70周年，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抗日70周年，哇，一整排。白俄罗斯总统啦，捷克总统啦，埃及总统啦，嗨萨克总统啦，吉尔吉斯总统啦，巴基斯坦总统啦，韩国总统啦，然后俄罗斯总统啦，哇，然后全部都去，夯不啷当加起来竟然有28个国家，对，总统都到。结果到目前为止也已经倒数计时，不到30天的时间。现在确定几个？3个，只有3个，就是包括普丁啦，还有那个塞尔维亚，还有斯洛伐克。目前为止，竟然只有3个国家的总统要去。刚刚不是提到吗？现在连欧盟的一个驻华大使都直接跟你表明了不会去，不好意思，那个 not available 没赢啊，不去你也找一个好听一点理由，没有就跟你讲说，我有事，我不去，不好意思，我回欧洲度假，连这种不演了。这个也太扯，中方官员已经向欧洲的各使团来施压，要求尽快确认是否出席。中国急了，真的没有人来了，怎么办？你看到这是上一次大概这个在阅兵的时候的状况。对，现在南华早报就直接跟他讲说，现在看起来不仅是外交使节不会到，甚至连什么外国的军队也可能不会去哦。那个你知道吗？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有76名的俄罗斯的礼宾方队亮相。人家捧你，再给你这个增色，增到这个情况哦，跟你一起在那边一起庆祝哦，共襄盛举。结果现在竟然变成没人，拢没人。2015年10年前是有5大洲17个国家的军队、方队或代表队。通通来中国，这搞得当时多盛大啊！搞得跟那个奥运有没有各国的运动员进场一样，你知道吗？就他不是各国运动员，他是军队的人代表，这真的很给面子就现在80周年，怎么感觉上龙伯朗？如果连总统都只来3个，我问你啦，他总统都不来了，他有可能把他的军队派来吗？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所以现在就发现习近平想说，不对呢，怎么打仗的是俄罗斯？结果失面子、失里子、失血的，竟然是我中国啊！现在被人家发现，早在2017年6月的时候，普丁跟习近平碰面的时候，因为中国代表使节姗姗来迟，出现一个画面，什么画面呢？就是习近平一个人坐在这边，然后普丁呢跟他的整个文武百官坐另外对面，然后呢，那个普丁就开玩笑对习近平讲说：“哎呀，你真是个孤独的战士！”哇，现在这句话听起来特别的刺耳，但是好像有特别的应景。体会，我们刚看到93阅兵，基本上没有人去，差太多。这代表一个事情，大家都看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什么？你看到国内这种 run， 就所谓的出走潮，你完全可以知道。我们过去曾经有谈到一个人，叫做司马南。为什么提到司马南？因为司马南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很多人都把人或钱慢慢转到国外去，但我们知道有转，但我们不知道他们转完是要干嘛。结果今天这个画面出来，司马南太爽了，比基尼的辣妹就在旁边。原来转出去的钱是这样子玩的真的他是在留美式的生活，或者赴美式生活，他其实也不避讳啊。为什么？他真实的实践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哦。各位看到司马南其实是谁啊？司马南他本名叫做余力，但是你知道，在今年来讲的话，中国的国家的税务总局北京市的税务局已经开始对他查账，查账的结果认为，在2019年到2023年中，基本上他是逃漏税，而且呢被罚款将近926万人民币左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号人物呢，过往来讲，在中国的所有的网络上的，因为他是一个爱国博主。什么叫爱国博主呢？他以往来讲的话，都是在骂美国，对，都是在反美，而且他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而且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是呢，因为他过往来讲一直在这个什么呀高级黑的这种概念来讲，一直在骂美国没有错啊，而且还骂什么？骂中国内部的这个所谓的民营企业啊。
之前来讲，习近平不是国进民退吗？哎，结果他拥护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结果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造成大量的失业，你知道，结果很多人在骂他说你这种方法来讲的话，80%的工作机会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你竟然在骂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被你骂到了来讲的话，你虽然表面上说是爱国，但事实上都在什么？爬掉中国的根基啊！对。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发现到说他竟然被罚了，对不对？罚900多万人民币嘛。结果人在哪里？跑到美国去了。他因为这个所谓的有名的博主呢，所以赚了非常多钱哦。所以在美国现在至少有8间房子。所以基本上他在中国一直在骂这个西方国家，甚至他也骂过台湾，骂过赖清德。但是呢，到了美国之后呢，他真的就是完全融入美国的生活。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正在查税，查税的原因是因为大量的中国人都一直往外逃，特别是有钱人往外逃，不只是什么西方国家不去参加他的阅兵典礼啊，而是什么中国自己本身有钱人到了其他国家去。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国家非常非常明显，那就是希腊。对，各位知道以前希腊来讲的话，曾经国家倒这个债务这个缠身那后来来讲的话，它是作为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进入欧洲的一个起始点。所以其实以前中国就曾经在希腊呢，把它的港口啊等等之类的全部都收买掉。那现在呢，就大量的中国的有钱人呢，就移入到希腊去。你看到希腊很夸张在路上来讲的话，都随处可以看到中文的招牌。然后呢，你看到有很多的中国的餐厅甚至上面都写中文的这个字眼这个都在这个希腊的雅典的街头都陆续出现。同时间呢，早上来讲的话，你也看到中式的早餐店也不断开张，而且还有现在最夸张是什么？是当时希腊还有推一个东西叫做黄金签证，等于是你买了房子之后，你就可以拿到我在希腊的居住权。结果他们一路查下来，发现在这所谓续签黄金签证的人当中，中国公民竟然占了61%。就代表说什么？有很多的在中国有钱人来讲的话，陆陆续续都移到希腊。你知道吗？进入到希腊就等于进入到欧盟，因为基本上他们这个所谓的人员的自由流通有这个所谓的申根签证等等之类，所以中国有钱人都陆续拿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希腊的这个黄金签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中国的资产移出去。那现在你看到中国也在割韭菜，中国政府来讲的话，就不断的在查税。为什么查税呢？你知道现在中国它有一个叫税收大数据分析也就是所谓的追税神器从今年开始全面启用，所以看得出来说这些你就算跑到希腊也没有用，因为陆陆续续的都被中国陆陆续续查税了。瑞德哥，现在川普除了对这个所谓的中国对习近平除了晶片之外，经济之外，军事更是一大环。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北方打击演习，哇，那画面非常的惊人，因为非常的扎实，不管你在训练，不管你在模拟上面做的非常非常的多。结果今天有个讯息出来，哇，吓了一大跳。原来美国媒体有报道这件事情，他说在密西根州举行的这一场军演里面，其中竟然有500名的士兵，竟然是我们的台湾士兵。这消息也太难得了吧？对，没错。那么这个北方打击事实上呢，军事演习是美国非常少数的各类的军事演习里面呢，台湾阿兵哥参加人数最多的，而且刚刚结束嘛。2021年开始，台湾的军方我们开始派阿兵哥参加这个北方这个等于北方打击。那为什么可以去？因为很简单，因为它不是直接由美国的3军进行的。它的名义是由国民警卫兵以后，听起来好像是防卫这个相关美国本土的嘛，对，所以由他们国民警卫军来这个的主导。但是事实上呢，美国的最主要的陆海空军特战部队，总共9支部队呢，全部都有加入这个相关的军事演习我们的500个，我们的这个军队呢，这次是500多个军人呢直接参加。那除此之外，这个演习听起来像是这个等于国民警卫兵，但问题是，他连 V2 的逆中战机一样加入这个演习。那除此之外呢，这次还有演习一个非常特殊的是，中共比如说中共如果炸我们用飞弹各式各样的飞弹炸我们的这个机场的跑道嘛，就好像我们用岸舰弹药去炸它的那个机场跑道一样嘛。
这次美军有用所谓的最先进的相关的塑胶钢板呢，立刻修复，在短短的10-20分钟之内立刻修复之外，修复我怎么知道在实战里面到底能不能用？修复了以后，C-13洞立刻降落，也就是说它是玩真的，这么厉害？哎，它玩真，它修复了以后不能说我修复了，然后就再见了，就像没有。C-13洞要立刻马上就降落，马上验证它能不能用这样的相关的塑胶钢板呢？立刻马上工兵马上扑上去。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在五大湖区。五大湖区，因为五大湖区是不是跟岛屿的地形很像？对。所以呢，在五大湖区很多的岛屿里面呢，在进行演练，包括攻跟防。包括各式各样的弹药啦，那么弹药啦，包括药物啦，包括各式各样的民生补给呢，直接直升机空投丢到湖区里面，那你就必须把它给捞上来，你必须把这些弹药啦、补给的食品啦、药品全部要能够捞上来。不好意思啊，这像演习视同作战，你就必须把它给捞上来。对，那你想想看，这500个精英就等于是我们的500个种子教官嘛。他到了那个地方去，跟美军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就像有点像是实战相关的军演了嘛。那对台湾的战力来讲，当然会大幅度的提升啊，不再是什么你自己本身呢，在台湾这个地方，以前呢他们笑我们呢各式的4对抗、旅对抗啦，好像是自己玩自己的嘛。这个不是哦，美军希望能够做到的是，真正在这个战场上，你要如何存活，如何打击敌人嘛。这次总共美国呢有邀请9个国家，包括台湾在内，9个国家加入7500个人，请注意，7500个人里面就有500个是阿兵哥的是我们台湾的官兵啊，所以事实上这一次的演练呢对台湾非常重要。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在今年的6月的时候呢，其实美国跟日本韩国菲律宾在阿拉斯加也有个军演。我们的空军派出少将级以上的将领呢，用观察员的身份，直接在 F-22的面前呢，在前面呢直接拍照，然后呢参加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阿拉斯加的军演啊，表示美国在相关，不管美国嘴巴讲怎样，但是事实上他知道一件事，在第一岛链上面，台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角色，还有。我们就在今天，国防部公布我们的 F-16V 发射了 AIM-126C 的飞弹，还有包括我们的金国号 IDF 呢发射了天剑2型的飞弹，全部命中那个相关的靶机啊，而且 AIM-126呢命中4距外的靶机，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的陆射等于说天剑2型的各飞弹呢，还要加强它的相关的射程等等啊，这些都代表。台湾的相关的战力呢，不断在增加当中，不是外界所批评的什么6个小时就被中国共产党给整个歼灭，那只存在于幻想当中。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